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水上魂斗罗的魂斗罗版本。我应该说赤影战士的魂斗罗版。那这个版本呢，是小伙伴推荐给我的。首先，它更改了人物的贴图，出场的话还是默认的攻击距离，这也能看出它只改了贴图。第二呢，手里剑变成了无限的次数，那这样玩起来就和魂斗罗差不多了。而且呢，它的3种手里剑的形态也和魂斗罗的子弹能一一对应上。你比如说，白弹就是普通的手里剑，吃了加速就是加速的手里剑。跟踪的手里剑在魂斗罗系列里也能找到子弹，它是 H。大家如果之前看过我录制的 GB 版本，就应该记得那个子弹。很多时候呢，它比 S 还要更好用。好，第一小关非常简单的过来了。这个版本如果双打的话，2P 应该是没有这个效果的，起码贴图没变成这样。子弹呢和原版一样，你可以蹲着射，可以站着射，也可以跳着射，但就是不能举起枪来向上射。这里呢，咱们一共有2种武器，一种是刀，一种是鞭。我就选择了吃刀。吃刀的话，比鞭子能更早的到达这个满级状态，早一个道具，因为人物出场是默认的是刀。这里这个怪可能很多小伙伴玩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清掉过，这里我就把它清掉了。毕竟咱们玩的改版呢，会有其他的一些和原版不一样的地方，后边会给大家介绍。尤其是打法还有节奏上，乃至于一些攻击判定上。这个子弹其实挺奇怪的，它会跟踪一些莫名其妙的目标，那个目标呢应该是判定是敌人，但是呢没有被攻击的判定。你可以认为敌人那个是无敌的。后面有本天书不用吃了，咱们子弹跟踪就是武器满级了。我本想趁着无敌冲过去的，后来想算了，这个无敌时间还是比较短的。好，这个 BOSS 就简单了，咱们站着射他就行。因为大家注意他射击的姿势啊，因为显得很灵动，也很魔性。看啊，但是它这个抖动你看久了呢也会索然无味。2关1，这个 room 呢是小伙伴告诉我在某剧的平台上架了。那修改玩家的信息呢，我也会写在视频的简介里。打这条机械蛇最好还是有跟踪子弹。如果是普通的，那打它就稍微有一点困难，因为有的时候瞄不准。咱们的手里剑上面显示40发，这个后面还会继续积攒，看能攒到多少发。这个不能吃啊，吃了的话咱们的手里剑啊子弹啊就变成了白弹了。这击回旋镖也是可以打碎的，另外这个回旋镖在失去了动力向下掉的途中呢也是有攻击判定的，小的时候没少吃亏。那最恶心的呢就是当这个回旋镖扔到你头上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敌人挂了，敌人挂了之后这个回旋镖就落下来，正好落你头上。一波无敌冲过来。这个游戏熟悉的简直不能太熟悉了，估计很多小伙伴也会和我一样，每个隐藏的位置，每个敌人的位置，每个宝箱里边是什么都一清二楚。哦，好猛！
这个原版是玩不到这么爽快的。雷不能吃，雷不能吃，雷是没有无限子弹这个判定的，应该是。而且你吃了雷之后呢，你把雷扔光了，你就会变成原来的武器，你的枪里就会射出刀光，甚至锁链。大家想一下，那个画面。这个地方刚刚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，但是咱们有跟踪的这个武器还做到了无伤。这里就安逸了，蹲在这儿射就完事儿了。敌人要冲一波，他还有2滴血。完事儿，打到这里，普通打法有雷的话，也可以很迅速的把它秒掉。第3关了，后面关卡还是比较长的，前面打的会快一点。另外呢，因为这个游戏只是换了贴图这个改版。那你跳起来之后的攻击对人物还是有一个向前拉动的效果的。拼速通的玩家呢可以注意一下。对普通玩家这个技巧呢，在跳大坑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用，或者呢是触碰那些雷的时候，可以很迅速的躲过去。这个后面躲雷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跳坑也是。好，跳到空中之后开一枪，这样人物会往前运动，这个就很反常识，对吧？咱们把这个回旋镖也打碎它，也是能打碎的，很多东西都是。可能之前玩的时候没有注意，也没有想去打碎它。这里要小心一点，先把它干掉，再爬这个梯子，否则这发回旋镖从这梯层下来会砸到你的。这个回旋镖的贴图扔到头之后呢，它的攻击判定比它的贴图实际上要往右一点，所以很多时候你感觉这个回旋镖打到你了，它没打到；你感觉打不到呢，又刮到你。手里剑的数字已经变得不正常了，是一个什么0？那如果再吃的话，应该还会有变化。好，打这个 BOSS 呢要注意，这个 BOSS 比原版呢，你要打的要费力一点，要站点。你站的点呢，一定要 BOSS 往前走一步，出现之后走一步碰不到你，然后呢你又不能离他太远，就是搞得若即若离的。这个距离很难把握啊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和女朋友的距离。因为呢，你如果离得太远，你很容易回旋镖从后面击中它。如果回旋镖从后面击中它最后一下，它的这些身体零件呢，离场的时候会扑向你，这样没法躲，所以要掌握好这个距离。好，干掉。这个 BOSS 是有严重 bug 的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啊，手非常欠，他身体升起来上下没有完全组合的时候，我把他身体的一个部件打爆了，我忘了是肚子还是哪个部件打爆了，然后他就卡到那儿了，导致游戏无法进行。游戏一共5大关，咱们打了3大关，打了3大关呢，也就相当于流程的那一半吧。后面的关卡稍长，尤其你像4关2、5关1这样的地方，这个隐藏我也打了。哎，在这里它的贴图的配色呢，那和原版又一样了，你看。但是手里还是拿着枪的。另外这个版本呢，
啊，如果有2点再改一下，我觉得会更完美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这个人物的跳跃可不可以做成团身跳？因为魂斗罗的团身跳很经典。大家如果玩街机版的魂斗罗，你会发现那个团身跳和 FC 版不大一样，还是 FC 版那个比较带感。哇，这里出现一个锁链，试一下子能不能跳过去？可以，跳过来，改成团身跳。第二点呢，是子弹离手的音效改成魂斗罗的那个子弹的音效啊，这样就非常真实了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，给玩家的代入感会更强。当然了，原本呢这个游戏就被地商冠以水上魂斗罗的名字，那改成魂斗罗之后呢，这感觉有一点名副其实的味道了。这里呢和原版的节奏就不大一样，因为之前那个敌人我至少要再往前走一点啊，然后扔一颗雷干掉他。在这里呢，直接离很远就把他干掉了，我以为还会再有一个敌人，没有了。这个魂斗罗的人物你看着吧，就是下半身其实还是赤影战士那个味道，但上半身已经是蓝丝了，比尔蓝丝那个贴图，就是它是一个组合起来。4关2算是游戏的第一个难点吧，有各种传送带，地形也比较复杂，包括在前面那种机械的螃蟹一样的敌人比较难对付，但是咱们这里有跟踪武器啊，可以离着很远就把它干掉。但其实这样呢，你的攻关的节奏和小时候玩的时候就不大一样了。小时候玩的时候打这些机械的螃蟹，肯定你会有自己的节奏啊，会有自己的卡位的点。这里速通的玩家一般选择刚才第一班电梯啊，就冲过去了，莽过去了。大家注意，我的手里剑那里显示 T0。哎，站在边缘可以一个卡位。过这里也是一样。啊，把人物卡上去。这样就比较简单，不用抓时机来跳。这里抓时机跳的话，很容易掉下去。这样打呢，就少了受伤的风险。冲过来了。一会儿打鹰的那个 BOSS 就简单了，用你的枪打鸟，你想一下。好，爽快的来了。小时候打到这儿都是用雷炸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有枪了，但这个枪的效率呢？不是很高，因为它不是所有的子弹都会跟踪它的，它有的是平着飞。落下来的时候效率稍高一点，但这样呢，感觉打起来也比普通的武器爽快多了。过关，开始最后一关。五关一比较长，而且呢难度也不低。其实还是节奏和站点。那像这种节奏固定的游戏啊，点如果你抓得准，就比较容易了。啊，每次玩的时候你都会有固定的套路，往上带一带。这个套路呢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，但是呢，第一要追求安全，第二呢要追求它的容错率比较高。啊，
看这里攻击一下，他就炸不到你了。有了跟踪武器之后，很多地方真的很便利。咱们的手里剑数量好像又有变化。这个贴图我认识，0前边那个贴图我认识，他是最终 BOSS 扔的那个旋风最上面那一节，就是我手里剑现在数字那个位置。很多贴图呢，它就是一部分。这里就非常讲究站位了。这里快过了，很顺利啊。把这个吃了，趁着无敌打他。你如果离远了呢，他很容易发射那个子弹，而且一起是3发，比较难躲。挡他一波，把他干掉，再往前走。这里就是一个强制卷轴，速通类玩家的噩梦。我是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从来也不打速通，自认自己没那个本事。那玩这游戏还是从容一点，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哇，这货好阴险啊！他已经平着扔了一发了，我以为第2发会等一会儿，结果第2发马上就扔出来。这个球也是能打爆的。但是血比较多，咱们打爆一个。左边天书，右边是血，无所谓了，2个咱们都是满的。最终 BOSS 了，最终 BOSS 我还是第一回用这个武器打他，那我就站在这里和他打架了。这个点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只需要微躲就可以，不用太多的操作，也比较安全。习惯吧，每个小伙伴实际上呢习惯站的点不一样，那我就习惯在这儿和他打架。这样的话，他左右扔的这3个都打不到你，你稍微躲一下就完事儿了。效率呢不是很高，但安全。套路就是这样，需要安全，对吧？不要搞出人命。我那发手里剑在围着那个龙头转，他也是一个敌人，因为他会吐子弹打你。好，他红了，来和他拼命了，3滴血还不拼 ？OK， 过关，咱们续个闪电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水上魂斗罗的魂斗罗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哇，这一发闪电好爽。